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多人可能都正在经历，却不太容易看清楚的问题：低自尊。根据思想家 Naval Ravikant 的洞见，所谓的低自尊，它的本质其实并不是我们常说的“我不够好”，而是一种更深层、更隐蔽的内在消耗，那就是我们一直在持续的抗拒此时此刻的自己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会透过这4个层次，一步一步拆解低自尊的真正根源，并且试着找到一条重建内在平静的道路。Naval 这句话听起来很重，但他点出了一个事实：自尊这个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根本。它不只是一种偶然的情绪，它更像是一套你电脑里的作业系统，在最底层决定了你看待世界和你自己的方式。所以首先我们得重新定义一下这个问题。低自尊的根本原因其实不是因为我们身上真的有什么客观的缺陷，而是一种主观的感受，一种来自内心的抗拒力量。你看哦，这个对比非常关键。我们过去可能觉得低自尊就是心里有个声音在说我不够好，但 Naval 指出，它的本质更像是一种主动的行为，是一种我不允许、我不能接受自己此刻就是这个样子的抗拒。这就是一种持续的内耗，你等于在跟当下的现实打一场永远不会赢的仗。Naval 给了自尊一个非常精准的定义，它就是你跟自己的声誉。这很好理解，对吧？当你的行为跟你内心认同的价值观不一致的时候，你就等于在自己面前失信了。每一次失信，都在不知不觉中一点一点地侵蚀你对自己的信愿，也就是损害了你的这份内在声誉。有趣的是 ，Naval 的观点跟另一位灵性导师 Eckhart Tolle 的思想可以说是殊途同归。Tolle 提出，人之所以会痛苦，是因为我们在抗拒当下，这种抗拒会滋养一个他称之为痛苦之身的负面能量。而 Naval 讲的低自尊，其实就是这个痛苦之身的一种特定表现。当你抗拒的对象不是外在的人事物，而是此刻的你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掉进了一个自我攻击的死循环。你看，两位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都指向了同一个解方：停止抗拒。好，那当一个人长期处在这种低自尊、自我抗拒的状态下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这股内在的压力会直接扭曲他的欲望，让他很容易掉进2种常见的陷阱里。第一个陷阱叫做半吊子欲望，这是一种低自尊的典型症状。你好像想要某个东西，但又不敢真的全力以赴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内心深处害怕，万一我尽了全力还是失败了，那不就再次证明了那个我不够好的声音是真的吗？所以你就卡在中间，动弹不得，能量就这样被大量的消耗掉了。第二个陷阱比第一个还要更隐蔽，它叫做模仿来的欲望。这概念是源自一位哲学家 René Girard， 他点出了一个事实：我们绝大多数的欲望其实都不是原创的。举个例子，我们想要的可能不是那台很贵的车子本身，而是我们看到拥有那台车的人所代表的那种社会地位和认可。我们等于是在模仿别人的欲望，追逐一个社会早就设定好的标准答案。这个现象在我们现在这个数位时代可以说是变本加厉。当你滑着手机看到那些被精心设计过的理想生活，你心里产生的那种渴望，到底有多少是真正发自你内心的，也有多少只是对别人欲望的一种模仿呢？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。追逐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欲望，它的代价其实非常高昂。因为当我们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终于达成了这个借来的目标时，内心感受到的往往不是满足，而是一种巨大的空虚。而这种空虚感又会反过来进一步的打击我们的自尊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既然问题的根源是我们的欲望被扭曲了，那么 Naval 提出的解决方案听起来可能有点违反我们的直觉，但却非常的直接有效。他的答案听起来可能有点吓人哦，要理直气壮的自私。等一下，这里说的自私，并不是只要去伤害别人，它指的是一种对自我欲望的绝对诚实。它要求我们必须要彻底搞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，然后不带任何歉意的全力以赴的去追求它。这可以说是通往内在清晰跟行动力的唯一捷径。我们必须要厘清自私在这里真正的意思。
它指的是对自我欲望的忠诚和专注，而不是恶意，也不是漠视他人。当你的欲望是纯粹的、发自内心的，你的行动自然就会充满能量，因为那个感觉就不再像是辛苦的工作，而更像是在玩一场你真正热爱的游戏。这里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思想实验，可以帮助你检验自己的欲望。你就问问自己，如果我做这件事，没有任何人会知道，没有人会给我按赞，没有人会羡慕我，那我还会想要它吗？当你把所有外部的赞赏、社会的认可都剥离掉之后，那个依然让你心动的目标，很可能就是你最真实的欲望。好，理解了这些理论之后，我们接下来要进入最实际的部分，到底该怎么一步一步的重新建立起我们跟自己的这份声誉呢？ Naval 提供了3个非常清晰而且可以执行的步骤，来帮助我们修复并且提升自己的这一份内在声誉。第一步，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无条件地接纳当下的自己。注意哦，这不代表放弃改变，而是在任何改变发生之前，你得先停止内在的战争。就像 Tolle 说的，单纯的去承认、去允许当下的状态存在，先不要给它贴上任何好或坏的标签。接着，为自己建立一套简单明了的道德准则，不用太复杂，比如诚实、善良。然后，在每天的生活中有意识地去实践它。你每一次遵守自己的准则，每一次做到言行一致，都像是在为你跟自己的声誉账户里存入一笔信任。久而久之，这份累积起来的信任就会成为你自尊最坚实的基础。所以，总结来说 ，Naval 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全新的视角。低自尊，它并不是我们人格里面一个根深蒂固需要被修复的缺陷，它更像是一个我们一直信以为真的幻觉。那个在你脑中不断重复“我不够好”的声音，它只是一个念头，它并不等于事实。最后，那我们用这个问题来结束今天的分享。就在现在这个瞬间，你是否能够放下所有的评判和抗拒，单纯地允许自己就是你现在的这个样子？也许这个简单的练习就是通往真正自尊的起点。